姐，你都快死了，就别拿手术费拖赖我了。卫东，医生说再拖下去，我就真的没救了。姐不要多，借我2000块就行。2000块还不多，我孩子要补课，家里还要还贷款，你一辈子没成家，也没孩子，治好了又能怎么样？我把工作让给他，把读大学的机会让给他，把一辈子都让给了林家，到头来他们连一瓶止疼药都不肯给我买。秀禾，卫东马上要说亲了，没个正式工作，人家姑娘家里怎么看得上他？这工作你得让给你弟。我重生了，重生到1977年，爹娘逼我把工作让给林卫东的那一天。前世我答应了，因为我爹说都是一家人，因为我娘说你是姐姐。姐，以后我一定孝顺你。前世我相信了他们的话，结果呢？我没了工作，被家人嫌弃。后来恢复高考，我想报名，他们又来抢。姐，我还小，你别跟我抢机会。我让了他一辈子，林家所有人都说我能干，说我懂事，说我这个姐姐没白当。直到我生病，林卫东连2000块的治疗费都不愿意出，眼睁睁看着我病死。秀禾，你聋了？前世我总以为，只要自己多让一点，多忍一点，家里人总会念我的好。秀禾，你是当姐姐的，家里就你和卫东2个孩子，你弟以后要称门虎，你不帮他谁帮他？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只会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你一个丫头片子，早晚要嫁出去，工作攥在你手里有什么用？你弟不一样，他有了工作，以后说个好媳妇，咱们林家才有指望。我不让。反了你了，工作不让是吧？那你今晚就滚出林家。不用你赶，但我走之前，先把林家欠我的账算清楚。林家欠你，我怀胎10月生下你，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还敢跟我算账？前世我最怕听到这些话，一听见我就觉得自己欠了这个家，欠父母，欠弟弟，所以我拼命还，还到死都没还完。我告诉你，这个工作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你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行，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算算，从我10岁开始，家里的公分簿上就有我的名字。你们喝的水是我一桶桶挑回来的，你们一家人吃的喝的穿的，哪一个不是我起早贪黑挣回来的？林秀禾，你这是要造反！这个男人前世永远装沉默，装公道，关键时候却次次站在娘和林卫东那边。重生一世，我不可能再被你们这番话道德绑架。爹，我问你，供销社的考试是谁去考的？是我。录用通知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是我。公社录用的是谁？还是我。既然从头到尾都是我，那凭什么你们一句话就要我让出去？姐，你怎么这么自私？我自私？我的东西我不想给，这叫自私。那你什么都没做就想抢我的工作，叫什么？什么叫抢？那是你亲弟，亲弟就能抢？林秀禾今天怎么和平时不一样了？我把话放在这儿，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让了。工作我不给，工资我也不会交。至于林卫东想娶媳妇，让他自己想办法。姐，你不能这样，刘家那边还等着呢。那是你的事。林秀禾，我看你是欠收拾。你敢动我一下，明天我就去公社，告诉他们林家想冒名顶替抢我的工作。你回来，林秀禾，你给我回来！前世我把这张纸让了出去，也把自己的人生让了出去。这一世谁也别想再抢走。1977年我回来了，这一次我不会再做林家的血包了。卫东，去搜他的屋，掘地3尺也得把录用通知找出来。这是我的屋，谁准你们进来的？整个林家都是我的，我进自己家还要你准？你们要是敢进来，我就把事情闹大，让大家都来看看老林家是怎么逼死自己女儿的。秀禾，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把录用通知交出来。你娘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谁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这个工作我肯定不会让，逼急了别怪我撕破脸。这死丫头平时说什么听什么，今天怎么敢顶嘴？你再说一遍。前世我最怕的就是母亲这样看我，只要她沉下脸，我就会慌，会害怕，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其实错的从来不是我。我说这工作是我考上的，我不给。反了啊！林秀禾，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知道。你弟马上就要说亲了，关我什么事儿？你秀禾，跟你娘好好说话。每次我娘发火，她都会出来装好人，可最后无论谁对谁错，热布布的人永远是我。爹，那你来评评理，供销社考试是谁去考的？录用通知是谁拿回来的？既然都是我，为什么工作要给卫东？都是一家人。又是一家人。那我问你，如果考上工作的是卫东，你会让他给我吗？那怎么一样？哪里不一样？卫东是男娃。原来如此，那以后也别跟我说什么一家人，因为在你们眼里，我从来就不是一家人。我养了你18年，养出一个白眼狼。你看看他说的都是什么话？今天我非教训他不可。这一巴掌敢落下来，我就让全村都知道你们怎么抢女儿的工作。林秀禾，你居然敢！为什么不敢？前世我怕她哭，怕爹沉脸，怕村里人说我不孝，可我忍了一辈子，只换来他们变本加厉。我18了，不是8岁，以后谁再动手，我就去找大队干部，再不行就去公社。你威胁我？不是威胁，是通知。秀兰啊，咋回事啊？老远就听见你家吵架。要是让人知道我正在逼女儿把供销社工作让给儿子，以后还怎么见人？都给我闭嘴，谁也不准出去。前世我最怕把家丑说出去，总想着家和万事兴，结果最后所有苦都自己吃。这一世我要亲手撕掉这一层遮手布。林秀禾，你给我站住！张婶，您帮我评评理，我爹娘非逼我把我考上的工作给我弟。啥？秀兰要把你工作给卫东？张婶儿，你别听这死丫头瞎说，她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疯。我发疯？那娘你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是不是让我把供销社工作让给卫东？秀兰，真有这回事儿？那不是让，那是借给卫东先用几年。借工作？谁家工作还能借？供销社又不是锄头。秀兰，你这话说的，工作还能借呀？反正都是一家人，谁干不是干？以后卫东出息了，还能忘了他姐？前世我就是信了这句话，最后把自己信进了医院，连一瓶止疼药都买不起。娘，那我问你，如果以后卫东出息了，他会把工作还我吗？当然会。明天就去大队，让大队长作证，写清楚工作借给卫东，5年以后还我。写字据？难不成你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还？你个小白眼狼，卫东是你亲弟弟，他顶替你怎么了？还写字据？我看你是读点破书读的心眼都歪了。张婶你也听见了，只说借，却连一个字据都不肯写，这哪里是借，分明就是明抢罢了。你闭嘴！你给我闭嘴！哎，秀兰，有事说的事儿，怎么还动手？我说句公道话，这本来就是秀禾考上的工作，凭啥给卫东啊？你就算疼儿子，也不能这么偏心疼啊！这是我们林家自己的事儿，轮不到外人管。张婶不是外人，今天这事儿就是要请村里长辈评评理。我爹在旁边看了一晚上，半句话都不说，合着就是默认要抢我的工作给儿子。秀禾，别闹得太过分，让4邻8乡看笑话。我看你们是怕你们做的丑事儿被人笑话。今天这事儿要是说不清楚，明天我不仅去公社说，还去大队广报带说，让全公社都听听林家爹妈怎么逼亲闺女让工作的。姐，你别闹了行不行？刘家明天就要回话了，我要是没这个工作，这门亲就成不了。你自己没本事娶不来媳妇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死丫头！秀禾啊，
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总归是亲娘亲老子。难不成只许他们抢我的工作，不许我说话？您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公社盖章都认，他们凭什么说拿走就拿走？这明明白白写着林秀禾呢！我撕了你这张破纸，我看你还怎么去报道！好你个林秀禾，你今天要是敢不把工作让给你弟，我们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以后你也别进这个家门。这话可是你说的，明天我就去公社报道，以后这个家我不进就不进。行，都别说了，我不要了，别因为我让你和爹娘生分了。前世每次他理亏都会来这一套，装可怜，装受害者，然后让别人替他说话。卫东也怪可怜的，亲事怕是真要黄了。可怜？卫东，我问你，供销社考试报名的时候你报了吗？没有。为什么不报？因为你嫌复习累，嫌考试麻烦，嫌天热，嫌起得早。考试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河边钓鱼。录取结果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说供销社1个月才20几块钱，不如在家自在？你没报名，没考试，没努力，现在却想拿走我的工作，死心吧！这份工作只能是我的。林秀和他好像真的不一样了。来了。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有关工作的终于来了通知。前世就是这一天，我激动的整晚没睡，翻出压箱底的课本。然而，把书还给我！你一个丫头片子，读那些书有啥用？不如把机会让给你弟。这一次，我要牢牢把人生攥在自己手里。恢复高考，这可是大好事啊！没事儿，卫东，一个破工作咱不要了，咱去考大学，将来去城里，让他就一辈子窝在这个穷山沟里。哼，就凭他，供销社考不上，大学就能考上了？不用你管。距离高考已经不远了，课本、资料、报名，还有最重要的复习。你找谁？我是新来的。林秀禾？是。我知道你考试成绩不错，本来前几天就该来报道，怎么拖到今天？家里出了点事儿。行，我姓赵，以后叫我赵主任就行。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赵主任，例行检查。周志远，前世赫赫有名的铁面干部，没想到这一世会在这里遇见他。大热天还要劳烦干事跑一趟，我们全力配合，行不行？正好供销社今天新来一名职工，就是上次招考录取的姑娘，今天第一天正式到岗。秀禾，过来。新来的？今天第一天报到。检查通过，多谢配合。林秀禾是吧？你的录用关系是不是还没转到供销社？今天刚报到，还没来得及。劝你尽快把该办的都办了，免得有人想钻空子。周干事，你的意思是？有人会假借亲人的名号冒名顶替，早点办，免得夜长梦多。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周干事，好像对我家的事知道的太多了。成了，从这一刻开始，属于我的东西，谁也别想拿走。我不同意！我是他娘，我不同意！晚了，不能这样，卫东怎么办？他还要娶媳妇儿。那是他的事儿。卫东要娶媳妇儿，我就得让工作。以后他要买房子呢，要养孩子呢，是不是都得我负责？你是姐姐，姐姐就该一辈子给他当血包吗？我不管，反正我不同意。把档案给我。住手！公社档案不能碰。你是谁？公社办公室，周志远。按照规定，破坏档案属于扰乱办公秩序，情节严重可以上报处理。收好，别再出问题。有些人，你退一步，他会往前10步。记住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总让我觉得哪里不对，像是他也经历过一样。我不信，他不可能不给我，我是他娘，他敢不给试试？
看来今天还有人没死心。回来啦！听说你今天跟供销社预支了1个月的工资。前世每次我发了工资都会主动把工资掏出来，可这一世不会了。对，赵主任知道我要准备高考，破例预支了我1个月的工资。那就好，快拿给我，家里正缺钱呢。我的工资我自己收着。你说什么？我说工资我自己留着，以后也是。以后也是？林秀和，你疯了是不是？你吃家里的，住家里的，工资不给家里，你给谁？来了，果然还是这套说辞。既然如此，从今天开始我搬出去。你吓唬谁呢？有本事你现在就走！没事，娘，我姐肯定就是赌气，她一个女人走了能去哪儿啊？你干什么？不是你们嫌我在家吃你们的喝你们的吗？我现在就走。我是气话，你听不出来？如果是以前听见这句话，我一定会妥协，但是现在，前世这里一直空着，没人住也没人管，但这里安静，没有人一直想要吸我的血。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林秀英的家了。这里虽然破，但却是2世里第一块完完整整属于自己的天地。谁？是我。周志远，他怎么会在这里？赵主任让我来的。他说你搬出来了，仓库漏风，晚上冷。为什么帮我？不是帮你，是怕你冻死。明明做的是好事，嘴上却一点也不承认。替我谢谢赵主任。周干事，你想干什么？拿绳子绑上，晚上别给陌生人开门，明天去买把锁。这个人好像总能提前想到很多事情，比我还早一步。主任，最近有没有人卖旧书？旧书？高中课本，越全越好。废品站倒是有，不过早被人翻得差不多了。你真想找的话，可以去各个生产队问问。对，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前世恢复，高考消息出来以后，最先涨价的就是课本。现在大部分人还没反应过来，过不了几天，那就是抢破头的金贵物。这中间的差价，够我置办不少东西了。给我拿包糖。恢复高考的广播，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准备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那就早点准备，很多人都会考，书会越来越难买。他怎么也知道？难不成他也重生了？你怎么知道书本会涨价？猜的。猜的？真的是猜的吗？算了，不去想了，抓紧去买书才是正经事。林秀和比前世敏锐得多，看样子他似乎开始怀疑我了。前世我没来得及帮他，眼睁看着他被家人吸血，这一世我一定要护住他。秀和，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你也考？看看书。哎呦，那得下多大功夫？咱们这种在供销社端铁饭碗的，还折腾啥？拼一把，没坏处。也是。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成绩可不烂，总是班里前几名。但我听说好多人准备报名，城里的知青也回来了，竞争肯定特别大。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感觉我也不差。废品站快关门了，我得赶紧去。王姐，我先走了，明天见。这一世，谁也不能阻拦我奔向更好的人生。李大爷，先别关门。哟，供销社的小林卖东西，明天再来吧。大爷，我要回家睡觉了。不是李大叔，我不卖东西，我想看看旧书。旧书？你看那玩意儿干啥？有用，能让我看看吗？去吧去吧，后面那一堆都是，没人要。没人要。前世再过2个月，这里的书会被抢空，
现在却堆成了山，太全了，比我想象中还全。这些怎么卖？废纸价，1毛钱1斤。多少？1毛是不是贵了？我都要了。都要？对，有多少要多少。你买这么多干啥？复习。哦，也是，最近来问书的人多起来了。不过你是第一个买这么多的。这哪是花钱，这是捡钱啊，老天爷！这些书用不了多久会变成机会，甚至变成钱。买这么多书，你怎么在这儿？路过。周志远，废品站离公社办公室可不顺路。林秀禾，有时候太聪明不是好事。你这是警告吗？是提醒。书买够了就早点回去，别在外面晃荡。怎么了？你好像知道很多事儿。公社办公室消息本来就比别人快，买的不错，以后会有用。你也觉得会涨价？我觉得以后很多人都会后悔把书卖掉。那我运气不错。不是运气，我的意思是眼光不错。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差一点又说漏了，和前世越来越不一样了。前世这些东西后来都是抢手货，有人拿着钱都买不到，而现在他们像废纸一样堆在我脚边。恢复高考消息传开后，整个县城都在找书，最夸张的时候，一本高中数学能卖3块钱。如果我把这些多出来的卖掉，兴许连大学时的学费都能够凑齐了。谁？秀禾，是我。我听说你收了不少课本，是真的？消息传得这么快，怎么了？我有个表弟准备参加高考，今天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书。我听废品站李大爷说你全买走了，机会来了。需要哪科？数学和物理有。这2本。太好了，多少钱？1块钱1本。行，我要了。谢谢。你不知道现在书有多难找，我表弟愁得饭都吃不下。高考不仅能改变命运，还能带来机会，真正的机会。秀禾在吗？听说你这里有课本。还有数学吗？英语有吗？风已经来了，而我刚好站在风口上。12块，短短1个晚上，赚了整整12块钱。前世，我拼命干活，拼命省钱，而这一世，我终于第一次靠自己的判断赚到了钱。这一次，我不仅要赚钱，还要考大学，谁也拦不住。请问你这里还有高中语文吗？物理还有吗？听说你能弄到复习资料。秀禾，这些人都是来找你的。我原以为消息传播还要几天，没想到仅仅1个晚上就传开了。大家别急，晚上下班以后来仓库，白天我得上班。你到底囤了多少书？也没多少，就是提前买了一点。昨天广播刚通知恢复高考，今天书就卖疯了，而他已经提前把书收好了，这眼光未免也太准了。秀禾，你不会早就知道吧？我要是真提前知道，不是早发财了？也是，可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个姑娘总让人觉得有点神秘。秀禾居然真搬出去了，几天了也没个动静。这个死丫头，连个低头认错的意思都没有。娘，姐肯定是怕你打她，不敢回来，在外面说不好连饭都吃不上呢。等她过不下去回来，我一定好好教训她，再逼着她把工作让给卫东娶媳妇儿。肯定是我姐回来了。婶子，你们这是咋了？没咋，春燕儿，你来找卫东啊？卫东，快点，春燕儿来了。婶子，我刚从供销社那边回来，看见他了？看见了，他好像……怎么了？好像在做生意。什么？就他能做明白什么生意？卖书，好多人找他买课本，
听说昨天晚上就卖出去不少，具体赚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少。如果林秀和没钱，总有回来的一天。可如果他开始赚钱，那我们还怎么拿捏他？胡闹！那些书肯定是投机倒把，国家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卖？婶子，秀和他没……你懂什么？一个丫头片子挣那么多钱干什么？早晚得出事儿。林秀和，你的钱都该是卫东的。春燕儿，怎么了？你说，如果卫东也去卖书呢？什么意思？他能赚钱，卫东为什么不能？那些书又不是金子，别人能卖，卫东也能卖。卫东，干什么娘？跟我走。去哪儿？废品站收书。还有书吗？今晚我排第一个，数学给我留一本。前世这个时候，林秀和还在家里洗衣做饭，把自己的一切都让给了弟弟，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些。希望这一世没有人拖累他，他可以走得更远。快点，磨磨蹭蹭干什么？娘，咱们真去收书，几本破课本能赚什么钱？你懂什么？你姐都能赚钱，你凭什么不能？她一个姑娘家都行，你一个大男人还能比不过她？林秀和都能做到，我也行。李老头，课本还有没有？课本？对，高中课本有多少要多少。你们来晚了。什么意思？没了，前2天全让人买走了。全买走了？连张纸都没剩。现在知道来买了，早干什么去了？谁买走的？还能是谁？供销社那个小林呗。又是他，怎么又是那个死丫头？娘，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对，别的地方还有，走。没了，昨天刚卖光。现在谁不知道收课本，早就抢没了。怎么会这样？昨天还没人要的东西，今天居然全没了。如果自己早点想到，这些钱就是林家的，可偏偏林秀和比自己快了一步。娘，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我姐怎么会知道那些课本一定会赚钱？别急，排队都有。娘，你觉不觉得我姐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呸！她就是再能耐，也不过是个丫头片子。这是我这2天卖书赚到的钱，已经超过了1个月工资，而这只是开始。谁？秀和，开门。有事儿？开门再说。你弟要结婚了，所以呢？刘家那边催得急，彩礼还差120块。120块，差钱找我干什么？你是他姐，帮衬弟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现在不是赚到钱了吗？原来如此。今天来找我不是因为想我，不是因为关心我，而是因为听说我赚钱了。谁告诉你的？村里都在传，说你卖书赚了不少，正好把钱拿出来，家里以后会记着你的好。记着我的好。爹，我问你个问题。什么？如果今天赚钱的是卫东，你会让他把钱拿出来给我结婚吗？情况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他是男娃。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钱我不会给，以后也不会给。林秀和，你别忘了你姓什么。我没忘，我姓林，但我的钱不姓林。前世为了所谓的一家人，我一次次妥协，却被他们像丢垃圾一样随手扔开。这一次，我不会再妥协。谁？是我，刘春燕。她怎么会来？今晚我这倒是挺热闹。有事儿？前世这个女人嫁进林家以后，没少跟着王秀兰一起算计我。我能进去坐坐吗？原本以为林秀和搬出来以后会很惨，可事实并不是这样。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我刚刚听见建国叔来找你要钱，所以呢，我觉得不对。哪里不对？很多地方都不对。秀和，你弟真的一直这样吗？为什么这么问？以前相亲的时候，他说他准备参加招工考试，说自己以后会有正式工作，还说家里条件虽然一般，但会越来越好。结果呢？工作是你的，招中考试也是你考上的，
他什么都没有。还有呢？还有，昨天我让他陪我去县里，他说累，让我自己去。后来我才知道，他跟别人去打牌了。之前还觉得自己嫁了个好对象，可这几天越来越不对劲，工作没有，钱没有，上进心也没有，甚至连最基本的担当都没有。你后悔了？如果是你，你会嫁吗？不会。为什么？因为婚姻不是救济，谁的问题谁自己解决。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指望别人嫁过去一起吃苦，本身就不公平。如果我不想结婚了呢？前世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终于出现了，那就别结，日子也是你过，别人替不了你。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他，年纪到了就该嫁人，找个差不多的就行，可从来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谢谢。秀禾，我觉得你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好。要是刘春燕退婚，难保林家不会来找我麻烦，我得早做打算。秀禾，快开门，出事了！张婶，怎么了？快跟我回去一趟，你家出大事了！又闹什么幺蛾子了？到底怎么回事？卫东偷钱了。偷钱？前世确实发生过，只是那时候事情被王秀兰死死捂住了，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后来我才偶然听见林卫东曾偷过生产队会计的钱，但没有人知道偷了谁的钱。刘春燕她爹的钱，整整50块。现在人呢？都在你家，刘家的人都来了，闹得厉害。走吧。秀禾来了。卫东，你自己说，钱是不是你拿的？是。不是偷，孩子是一时糊涂。什么糊涂？50块钱都快赶上我2个月工资了，这是糊涂？钱呢？花了。花哪儿了？买书。买书？前2天王秀兰带他到处收课本，结果扑了个空。这小子急了，居然偷钱去别的地方买。买书？你拿我家的彩礼钱去买书？谁让你动的？我就是想赚点钱。赚点钱怎么了？别人能卖书赚钱，我为什么不能？所以你就偷钱？春燕儿，你别叫我。我以前一直觉得你只是没找到机会，现在我才知道，你根本不是没机会，是自己有问题。秀禾，你快说句话，帮帮你弟。来了，熟悉的一幕。如果是前世的我，一定会被他拖下水，可这一世不会了。帮什么？赔钱啊！你不是赚了吗？先把钱赔给刘家。凭什么？卫东是你弟，你忍心看他出事儿？忍心？你偷钱的是他，不是我。赔钱的人也该是他。至于怎么赔，自己想办法。这一次，我不会再替任何一个人收拾烂摊子。不能就这么算了。今天能偷我家的，明天是不是就敢偷别人家的？这种事必须报公安。老刘，别，孩子知道错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钱能自己回来。我告诉你，今天不给个说法，这事儿没完。爹，娘，你们帮帮我，我就是想着等书卖出去赚了钱，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窟窿补上。老刘，这事儿是卫东不对，钱我们赔。赔？拿什么赔？以前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总有人兜底，现在那个兜底的人不见了。报公安吧。春燕儿，你想好了？你俩毕竟有婚约。偷钱不是小事儿，既然做错了，就该承担后果。春燕，你也要送我去公安？是你自己走到这一步的。春燕，别说了。这是退婚书。退婚？他居然要退婚！春燕儿，你疯了吗？婚事都定了，定了也能退。我想嫁的是一个能一起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偷钱的人。你不能退，卫东以后会改的。会改？那等他改好了再说吧。
明天中午之前把钱送来，否则我亲自去派出所。全完了。有些代价迟早要自己承担。谁？是我，周志远。周志远，已经快晚上10点了，这个时间他来干什么？周干事，这么晚过来有事吗？刚从公社出来，顺路。又是顺路，这人的理由还真万年不变呢。进来吧。找我什么事儿？公社通知。什么通知？高考报名。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授师报名工作的通知，终于来了。前世我就是在这个阶段错过的，书被烧，报名耽误，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走进考场。什么时候开始？下周1，地点在县中学，需要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和生产局介绍信。前2个都没问题，可生产件介绍信要经过大队，而林家还在生产队里。有麻烦？有一点，我怕有人卡介绍信，所以我来提醒你，早点办，别等最后一天。又是这种感觉。第一次见面，他说早点报到，免得夜长梦多。后来他说课本会越来越难买，现在又说早点办介绍信，别等最后一天。周志远，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什么事？你好像总能提前知道很多东西。公社办公室消息灵通一点很正常。那课本呢？课本会涨价，工作要早点报到，介绍信要提前办，这些也是消息灵通。他似乎比上一世更敏锐聪慧。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周志远，还有事儿？谢谢。考上大学再谢。不管你有多少秘密，但我总觉得你不会害我。高考终于来了。林秀禾已经开始怀疑了，再这样下去，有些秘密恐怕藏不了太久。还是太着急了。前世吃过的亏，这一世不能再吃一次。老王，这事儿你得帮帮忙。卫东还年轻，不能因为一次糊涂毁一辈子。建国，偷钱就是偷钱，这事儿我也没办法。再说了，刘家那边已经闹开了，我能怎么帮？那秀娥报名的事儿，她毕竟是我闺女，家里现在乱成这样，哪有心混考大学？再说了，一个姑娘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能不能还还？秀禾，继续说，怎么不说了？我刚才没听清，谁要还还？秀禾，你别误会。误会？我亲耳听见的，还能误会什么？我是你爹，我还不能替你考虑？替我考虑？高考恢复你不让我报名，这叫替我考虑？家里现在这样，你弟弟出了事儿，你还有心思考试？卫东偷钱，是我让他偷的；刘家退婚，是我让人家退的。他做错事，凭什么让我负责？我今天来是开介绍信的，不是来商量的。建国，这事儿我帮不了你。高考是国家政策，谁都拦不了，介绍信必须开。成了，前世我连这一步都没走到。拿到了。拿到了。恭喜。钱还在，还好回执也在。1本、2本、3本。看来这小偷不要钱，只要书。大晚上的，你怎么还不开灯？怎么了？有人进来过？什么？丢东西了？书少了几本？不会吧？最近书这么抢手，谁这么缺德？解放鞋，42码左右，男人的，林卫东。秀禾，要不要报大队？不急，不急。既然拿了，总会露出来。卫东，没人看见吧？没有，他那么多书，少几本根本发现不了。再说了，这些本来就该是我的。
凭什么他能赚钱，我不能？还得是我儿子聪明，明天就去卖，卖了钱先把刘家的窟窿补上，剩下的咱们自己留着。有课本？有，高中数学、物理、英语都有。多少钱？2块1本。行，我看看。咦，怎么了？这书怎么了？这不是林秀禾的书吗？什么林秀禾的书？这是我的书，我买过他的书。你看这里，这下面怎么有个名字？林秀禾？坏了，光想着挣钱，忘了检查一下了。这，你跟他什么关系？而且这本书我见过，前几天还在他仓库里。林秀禾，供销社那个，他的书怎么跑你这儿来了？这是我家的书，她是我姐。你就是林卫东？你认识我？当然认识。最近谁不知道你偷钱？胡说八道，谁偷钱了？让一让。姐，你咋来了？我来看看，你把我的书都卖给谁了？姐，你说啥呢？我什么时候拿你的书了？这是我的书，前天从仓库丢的。原来真是偷的，连自己姐姐的书都偷。不是偷，我就是借。借之前跟我说了吗？不问自拿就是偷。林卫东，到底出啥事儿了？大伙儿都围在这儿干什么？婶子，这些书都是秀禾的，是卫东翻出来打算拿出去卖钱的。什么秀禾的？都是一家人住在一个家里头，东西哪能分这么清？又是这套一家人的说辞。发了工资怎么不拿出来全家一起分？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我儿子拿自家家里的东西，犯得着大伙在这起哄吗？自己家的，婶子，你自己瞧。写他名字怎么了？她是我生养的闺女，她的命都是我给的，我拿她2本书怎么了？娘，我这命是你给的不假，可从小到大，你给过我一口饱饭吗？我13岁就下生产柱挣工分，赚的工分全交给家里，冬天连双棉鞋都穿不上。这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一家人？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我白养你这么大。你养我，我13岁之后就自己养自己，还帮着养卫东。要算账的话，咱们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算清楚，看看谁欠谁的。姐，你别太过分，娘都是为了我才这样，你要怪就怪我吧。我怪你什么？怪你手脚不干净偷拿我的东西，还是怪你一家子合起伙来把我往泥坑里推？哎呦喂，闺女长大了，翅膀硬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忤逆亲娘，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哎呦喂，闺女长大了，翅膀硬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忤逆亲娘，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你这个死丫头，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赶紧拉我起来，非要看着我丢老脸是吗？你自己非要哭，我怎么拦？够了，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书你已经拿回去了，你还想怎么样？那是你亲娘和亲弟弟，你非要把我们一家逼得没法做人，你才甘心？是他们来偷我的东西，怎么反倒成了我逼他们？今天偷书，明天是不是就要偷我介绍信？后天是不是就要替我去考试了？那你想怎么样？道歉。林秀禾，你别太过分。今天不道歉，我们就去公社，让大家评评理。行，对不起。但是林秀禾，你给我等着，靠我自己也一定能比你混得好。上辈子我替林卫姑道了无数的歉，这句对不起是她欠我的。她好像从来都相信我会赢。前世我从来没机会走进这里，但这一世我的命我自己做主。下一位，姓名林秀禾，年龄18，毕业学校县一中。材料给我，材料齐全，可以报名。
签字。好了，报名成功，好好准备考试。谢谢老师。这辈子工作保住了，书保住了，高考也保住了。报名完了，恭喜。谢谢。接下来呢？复习。然后呢？考大学。再然后呢？去看看更大的世界。老师，我想问问，往届高中毕业生真的也能报名吗？之前通知里写的不够细，不过今天县里刚来了补充通知，符合条件的往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参加。真的？当然是真的。通知刚贴出去，自己去看。谢谢老师。对不起，没事。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没什么，就感觉他跟之前的我有点像。是挺像的。看你这样子，好像认识我多久了一样。秀禾，你不知道，我们确实认识了好久。往届高中毕业生同等学历青年，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太好了，哭啥？这是好事儿。那不是高兴，是原本以为没路的人，忽然看见了一条路。赵小梅，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娘，我家里活不干，饭不做，你跑县高学来丢什么人？补充通知说，往届生也能报名，我也想。你想什么？你还想考大学？你都毕业2年了，还做什么梦？我想试试。不许试！你爹已经跟李家说好了，下个月村里定亲，彩礼都筹谈的差不多了。走，跟我回家，别在这丢人现眼。谢谢，别弄丢了。还磨蹭什么？走。哎，可惜了，姑娘家就是这样，家里不让，也没办法。下个月都定亲了，还考啥大学？上辈子我也是这样，被家人扼杀了高考的机会，但这一次，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林秀禾，你怎么在这儿？送通知，补充通知一出，会有很多人想报名，也会有很多人不想让他们报名。你说的是赵小梅？你认识她？昨天报名的见过她。她家里情况不太好。你怎么知道？公社管这些。她想考大学，可是她家里不让。这种事儿很多，所以就算了。我没说算了，我只是想说，想帮别人之前，先想清楚你能帮到哪一步，别把自己重新变成别人的血包。我知道，我帮他不是替他过日子，是让他知道，他可以自己选。那就去吧。去哪儿？赵家。现在？不然呢？等下个月定亲。周志远，你真的只是公社办公室的干事吗？目前是。走吧，去晚了，人家可能连毕业证明都给他烧了。这一次，不只是他自己的命运，不能被烧掉。老赵家运气真好，李家愿意出180块彩礼，那可是大钱。赵小梅这丫头值钱，180块就毁掉了一个女孩的未来。我不嫁！轮得到你说话吗？书读傻了是不是？考大学你也不照照镜子，人家李家愿意给180块彩礼，你还不知足？我想考大学，考上了我能挣钱，能养活自己。疼吗？不疼。叔，他已经成年了，高考是国家允许的，为什么不能报名？国家允许？国家还允许种地呢，他怎么不去种地？大学是那么好考的，考不上怎么办？如果考上呢？什么？如果他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工作，工资比彩礼高，见识比嫁人广，那怎么办？没有万一，他必须嫁。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爹。叔，你是他爹，不是他的命。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就是林秀禾，就是那个跟家里闹翻的丫头，现在还来教别人家姑娘不嫁人。原来是你！我听说过，连亲爹娘都不认，现在还想教坏我闺女？不是这样的，都给我滚出去！赵国富，你确定要赶我们走？你谁呀？正好，关于高考报名的事情，我也有几句话想问你。周同志，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我就是管自己闺女。她是你闺女，但是你也不能干涉她报名，逼她嫁人。她一个姑娘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再说了，报名不要钱，路费不要钱，考不上不全打水漂了，还不如早点嫁人。报院费多少？什么？我问你，报院费多少2块5。所以你是因为2块多钱，准备卖掉自己女儿的前途？什么卖前途？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那你告诉我，如果她考上大学，分配工作，1个月工资20-30块，值不值2块报名费？说的轻巧，谁知道能不能考上？万一考不上呢？那就试试。说的容易，你帮他出啊。我出了。不行，我不能要。为什么不能？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谁说白给你了？2块5，报名费，算我借你的。借？对，以后考上大学，工作了再还我。借？你以为交了报名费就完了？县里考试不要路费，不要住招待所，不要吃饭，到时候谁出？这些事儿，公社有办法。什么办法？明天上午带着毕业证明去公社，有人会告诉你。又是这种笃定的语气。林秀禾，你宁愿把钱给外人，也不愿意帮我这个亲弟弟。你等着，我会让你后悔的。秀禾，你可算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赵主任找你，马上过去。工商馆的人也来了。有人举报你。举报什么？看看吧。利用供销社职工身份，私下收购学习资料，高价调卖，从中牟利，涉嫌投机倒把，建议严肃查处。写的不太专业。什么意思？举报人根本没弄清楚政策，旧书不是统购物资，学习资料也不属于计划供应商品。我卖的是个人旧书，不是供销社商品，更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你懂这些？最近看过一些文件。继续说。还有一个问题，举报人认识我。怎么说？他知道我卖书，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书，知道我经常去哪里摆摊，甚至知道我仓库的位置。如果不是长期关注我，不可能知道这么详细。还有吗？有，这里资料的资右边少了一笔，像是长期形成的习惯。你倒像管理局的。只是随便看看。我姓刘，公社工商管理小组的。接下来例行问几句，基本没有问题，但还需要去找群众核实一下。我就知道这丫头干不出那种事儿。主任，我能看看举报信吗？怎么了？这字我好像见过。在哪儿？前阵子有人来供销社买笔记本，当时缺货，我让他留了张纸条，那个“资”字也是这么写的。谁留的？林秀禾，你现在一定也尝到我那天的滋味了吧？结果出来了，收购来源合法，交易对象明确，销售内容属于个人旧书，没有涉及统购统销商品，没有利用供销社职工身份牟利。举报内容不成立。我就说吧，白折腾一场。不过举报人倒是帮了你一个忙。什么意思？这2天调查，我发现来买资料的人比平时多得多，你们自己看看。他们听说你这里能买到书，都从各个村赶过来。还真是，举报一次，反倒帮你宣传开了。还有件事儿，公社准备给困难考生做个资料共享点，如果你愿意，以后收来的旧书可以统一登记，既方便学生，也省得再有人乱举报。这是好事儿啊。秀禾，你觉得呢？可以，不过资料还是学生自己买卖，我只负责整理。这样最好。
秀禾，怎么了？我把那封举报信又看了一遍，这个还有这个。前阵子整理货柜，我总觉得见过这个字，后来想起来了，有人来买笔记本的时候写过。我刚刚把登记本翻出来，果然一样。林卫东，那你准备怎么办？举报别人，总得承担后果。不知道供销社那边查的怎么样了，能不能查出问题不重要，能给他添堵就行。你回来干什么？供销说找你了。找了。然后呢？查完了，举报不成立。一个字能说明什么？说明不了全部，但够用了。你想怎么样？来告诉你一声。告诉什么？以后别碰我的事儿。你的事儿？供销社是你的，高考是你的，全公社的人都得围着你转。我写封举报信怎么了？你卖书赚钱，别人还不能说？你真觉得是卖书的事儿？那是什么？你只是不习惯。以前我给你洗衣服，给你做饭，给你攒学费，而现在我不做了。随你怎么想。高考见，到时候看成绩。行，看成绩。林秀禾，你记住，我一定比你强。我也能参加高考了，拿好了别丢，考试的时候都要用。秀禾姐，办完了，办完了，补助批下来了，报勤费退了一部分，县里考试还能住招待所，介绍信也开好了。这个给你，我先还一点，剩下的以后再还，留着买本子，考试要用。秀禾姐，以后我能经常来找你吗？来干什么？聊天、借书，不会的题也想问问你。那就来。申请人林建国，申请内容取消林秀禾高考报名资格。红梅昨天跟我说了，你怎么看？字像，但不能只靠这个。我也是这个意思。主任，我又找到一样东西，这是去年登记煤邮票的时候留下的字，你们看看。登记人林卫东，8、9不离10。我早就觉得是他，上个月还来问过秀禾卖书赚多少钱，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主任，这件事先别传出去。为什么？他快高考了，现在闹开，全公社都得知道。你倒替他想的周全。我儿子昨天来买资料，你们卖的是什么东西？全是旧书，凭什么卖那么贵？旧书怎么了？旧书不能看，那也不能卖这个价。我儿子说你们这里最赚钱。这是谁的字？什么？这本书原来的主人整理了3个月，把重点全标出来了。你儿子如果自己做一遍，3个月都未必做得完。确实，这笔记很细，书页都磨毛了，这是认真学过的。那也贵。最后一道题，你儿子会做吗？我哪会这个？所以你买的不是纸，是别人整理好的时间。对啊，我买的就是笔记，县里根本找不到这种资料。难怪你能把旧书卖起来，嘴比算盘都快。这是县里的模拟卷，刚到一批，你留着。多少钱？不要钱。公社发的。算是。还有件事儿。什么事？申请人林建国申请取消林秀禾高考报名资格，理由：家庭意见不统一。昨天县中学整理档案，有人发现的，本来准备按流程退回来，正好被我看见。前世我爹很少动手，更多时候他坐在那里任由我娘折腾。可我知道，真正拍板的人一直是他。什么时候交上去的？前天。正好是举报信那几天。你准备怎么办？先去问问。问谁？我爹。县中学给的回复：申请不予受理，恢复高考属于国家政策，成年考生拥有独立报名资格，监护人无权代为取消。幸亏没成功。要是成功了呢？那就重新报名，再不行，我陪你去县里。周志远，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我们之前认识吗？周志远，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我们之前
认识吗？职责所在。算了，当务之急是去找我爹。你怎么回来了？这是你写的？是我写的。老林，为什么？你已经有工作了，卫东还没有。你考大学，工作怎么办？总不能浪费。原来如此，还是工作。所以，你准备让我放弃高考，把名额给林卫东？卫东是男娃，以后还得养家。你有工作已经够好了，大学给他考怎么了？高考报名的时候，你们让我把工作让给他，现在报名成功了，又让我把大学让给他。下一次呢？林卫东在哪儿？你找他干什么？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而且我觉得爹没错。有些人就是这样，好处享受多了，就真觉得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了。你也想让我放弃？你有工作，我没有。你已经赢了一次，总得给别人留条路。给别人留条路？供销社工作是我考上的，高考报名是我自己报的，书是我自己收的，钱是我自己挣的，哪一样是从你手里抢来的？林秀禾，等高考成绩出来，你会知道的。知道什么？谁才是林家最有出息的人？那就考场见。举报对象林秀禾，举报内容身份造假。又出事了？看看，还是熟人，而且离你很近。县中学怎么处理？暂时没处理，因为档案没问题，户口没问题，年龄没问题，工作关系也没问题，所以先压下来了。这次不是林卫东。为什么？他写不出来。举报信虽然匿名，但逻辑很完整，甚至知道应该往哪里送。林卫东还没这个本事，至少现在没有。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顺着查了一下。查到什么？县中学的人怎么说？他们说你爹来过2次，一次申请取消报名，一次举报身份问题，还问过一句话。什么话？如果考生主动放弃高考，手续怎么办？爹啊，不管是上一世还是现在，你都没有顾及我一点。秀禾姐，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哪道不会？这里原来还能这样解。县里下周组织一次模拟考试。真的？全县统一，排名也会公布。怕什么？考一次就知道差多少。对，考一次就知道差多少。对了，我今天去邮局，听见2个人聊天，他们说林家最近到处打听高考的事儿。打听什么？好像在问，如果考生自己你不去考试，名额能不能让给别人？看最后一行。申请代领高考准考证，正常情况不能。所以县中学没同意。什么时候发准考证？下个月。领取地点？县中学。本人领取？原则上是。前世我一直觉得王我娘最偏心，后来才发现，真正毁掉我人生的人是我爹。他怎么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这还对？在他眼里，儿子比女儿重要，家里只能供一个人往上走，那个人不是我。怎么说？还真是锲而不舍。他觉得自己是在救儿子。准备怎么办？等。等什么？等他们自己把事情闹大。找林秀禾。他上班。我知道他是上班，我就是来找他。林秀禾，有事儿？跟我回家。为什么？高考别考了，一个姑娘家有工作就够了，考什么大学？家里供不起2个大学生，卫东更需要机会。所以你们想让我退出？凭什么？这是为了全家好。谁的全家？当然是林家。那我呢？我难道不是林家人吗？你也是林家人。既然我是林家人，为什么供销社工作要给林卫东？为什么工资要交给林卫东？为什么高考也要让给林卫东？因为他是男娃。胡闹！恢复高考是国家政策，谁告诉你能让？我不懂那些，我只知道卫东比他有出息。那就让他自己考。县中学刚发来的通知，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考生报名和考试，违者上报处理。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谁说没关系的？
王秀兰同志，关于你们家的情况，公社希望了解一下。了解什么？为什么连续阻挠女儿参加高考？我没有阻挠，没有。县中学来访登记，申请取消报名资格，是不是你们家提交的？那是他爹写的，所以你知道。那份情况说明呢？准考证带领申请呢？询问考生放弃考试手续呢？我也是为了他好。怎么个好法？他有工作，供销社铁饭碗，一个姑娘家以后嫁人就行了。大学给卫东考，家里也能多个大学生。高考还能让？头一回听说。照这个说法，县里那些姑娘都别考了，都让给儿子得了。王秀兰，工作让，工资让，现在大学也让，你到底把秀英当什么？卫东是男娃，以后能撑门立户。国家恢复高考通知里写得清清楚楚，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考试，没有男女之分，也没有谁替谁考，更没有谁让给谁。妇联主任怎么会来？我通知的。有必要闹这么大吗？是我闹的吗？秀禾，咱们回家说，这里人太多。为什么回家？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取消报名申请是你写的，情况说明是你交的，准考证代取也是你问的。现在说家里的事儿，林建国同志，你承认这些材料是你提交的吗？是。原因呢？因为家里只能供一个大学生，卫东比你更合适。供销社工资我自己挣的，买资料的钱我自己赚的，报勤费我自己交的。你告诉我，你们供我什么了？林建国同志，你可以回答。家里养了你18年。就是，没有林家哪有你今天？吃的喝的不是家里的，住的不是家里的，现在翅膀硬了，连爹娘都不认了。8岁开始下地，9岁洗全家的衣服，10岁开始打猪草，13岁挣工分，这些也算家里养我。谁家孩子不是这么过来的？是吗？卫东16岁才下生产队，之前连猪草都没割过一筐。我18岁那年发烧，烧到快40度，你们让我扛着，转头给魏铎送了5个鸡蛋补身体。这也是谁家孩子都这么过。你就是这么记仇的？我们是你亲爹娘。我不是记仇，我只是不想再让了。从小到大，我让了卫东多少东西，这一次我的人生只属于我自己。高考我考定了，谁拦着都没用。你要是非要考，以后就别回林家了，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你要是敢去考试，我们就当没生过你。你们这是干什么？威胁人？林建国，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强迫女儿放弃高考，断绝父女关系，你这是违反政策的。秀禾现在是供销社的正式职工，宿舍就在供销社后院，回不回林家本来也不影响。哼，好，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有人撑腰了，就不把爹娘放在眼里了。不是有人撑腰，是我自己不想再委屈自己了。秀禾，这一次你终于不再委曲求全。林建国同志，你的思想有问题。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连续申请取消报名，举报身份问题，试图带领准考证，这些难道不是你干的吗？主任，县里来电话了。什么电话？县里通知，最近有人恶意干扰考生报名，要求各公社统计情况，严重的要公开处理。林建国同志，明天下午2点公社会议室正式调解，你们一家必须到场。明天我会去，有些话正好一次说清楚。亲爹拦着女儿考试，还一路闹到公社，真是头一遭。这老林糊涂啊，这下有他好果子吃了。秀玉姐，紧张吗？为什么紧张？秀禾姐好像不管什么事儿都没有慌过。你还真来了。通知上写了必须到场。既然人齐了，开始吧。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过，现在请双方陈述。林建国同志，你先说。家里条件有限，只能集中资源。卫东成绩一直好，更有希望考上大学。秀禾已经有工作，所以我认为把机会留给卫东更合适。高考名额有限。不是。他报名会影响林卫东报名？不会。
他参加考试会影响林卫东考试？不会。那我换个问法，如果今天报名的是林卫东，林秀峰想让他退出高考，同意吗？卫东是男孩。原来他也和我一样，但还好他比我更勇敢。主任，县中学刚送来的。现在我再问一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解释吧。我没想害他。继续说。我只是觉得卫东更适合读大学，秀恒已经有工作，家里总得有个安排。安排？高考是国家选人才，不是你们家分东西。可家里条件就这样，供不起2个。根据调查，林秀和同志报名非自付，学习资料大部分自己筹措，工作通过公开考试获得。从目前情况看，他并没有索取额外资源。那他也是林家养大的，没有林家哪有他今天？养孩子是父母责任，不是交换条件。调解结论如下：林建国、王秀兰多次试图取消报名资格，带领准考证，干扰考生考试准备，行为不当，责令停止。高考属于国家选拔人才制度，不得以家庭关系、性别、身份等理由限制考生参考。林建国同志，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王秀兰同志呢？听清楚了，那就在这里签字。县里来人了，让一让。正好人都在，有件事通知一下，县里决定下周组织全县统一模拟考试，成绩排名公开，作为正式高考前最后一次摸底。所有报名考生必须参加，成绩会送回各公社备案，表现优秀的考生还会获得重点推荐资格。快吃，最近别累着。卫东，听见了，这次考试我会考好。那还用说，从小到大你哪次成绩差过？爹，如果我考了全县第一，什么？如果我是第一，他还拿什么跟我比？先看这个，县一中的笔记。哪儿来的？周志远送的。这都能弄到？前世这个时候，县一中的模拟卷还没公开，很多重点题都藏在老师内部资料里，也不知道周志远是怎么拿到的。刚印完，每人1份。现在就做？现在做，考试不会等人。我居然及格了！作文扣了9分，字还能再工整一点。91，满分100。这还怎么考？出事了！出事了！怎么回事？刚从县里回来，听说县一中那边提前摸底了，全县几个重点学校都参加了，结果出来了，谁第一？林卫东。听说数学差点满分，老师都说今年高考他很可能是咱们公社最有希望的那个。听说了吗？林卫东摸底考第一，数学差点满分，县一中的老师都夸了。林家这回真要出大学生了。外面传疯了，都说林卫东要考大学。传吧，成绩好又不是坏事。我就是怕有人拿这个说事儿。说什么？说秀禾考不过他呗。考不过就考不过，高考又不是比谁声音大，卷子上见真章。秀禾姐，你听说了吗？听说了，他们都说林卫东是全县第一。那只是摸底，可大家都信了，连我爹都在说，他说女娃再努力也比不过男娃脑子好。我昨晚看了一晚上，又做了一遍，这回71，进步8分，不错。秀禾，你弟来了，有事儿？没事儿，来买资料。听说你最近也在准备模拟考试。挺好。全县第一的卷子我看过了，难度一般。这个林卫东有什么好得意的？怎么，不想聊成绩？成绩出来再聊，现在聊什么？新资料到了。在哪儿？我看看。这也太巧了！巧什么？县里安排考场又不认识你们。那倒也是。第一考场基本都是成绩好的，县里喜欢这么排，方便统计。那我呢？
第3考场中间位置。第3考场也行，能进去就行。前世高考结束以后，他一直说自己发挥失常，可成绩出来的时候，依旧要全公社大多数人。这一世，很多事情变了，可有些东西没变。在想什么？在想考场。紧张？不会。还有个东西。什么？县一中的内部模拟卷。还有？最后一套。本来不对外，老师拿来摸底的。1977届重点班模拟卷，我能看吗？能。我能抄吗？能。我今晚不睡了。能。你还是睡吧，考试的时候别趴桌上。听说了吗？林家摆酒了。什么？林卫东那个摸底成绩传开了，他的奶奶高兴的不行，请了半个生产队吃饭，还挂横幅呢，说什么未来大学生，全县第一。第几套了？第7套。错多少？比昨天少4道。什么东西？复习计划。这是一整个月？每天都排好了？连睡觉时间都算进去了？我还是自己学吧。看看。5月18日重点复习政治大题，为什么是这天？根据历年出题规律猜的。历年？姐，我一定会考过你的。拭目以待。模拟高考第1科语文开考。作文题目是瞬间。考试开始。注意时间，作文还没写完的抓紧。阅读理解最后一题还没写完，作文也只写了一半。他怎么答得这么快？还有5分钟，请停止答题。作文题我会写。阅读最后一题呢？那个，我写跑偏了。走，去看看。第1考场重点关注名单：林卫东、林秀和。第1考场重点关注名单：林卫东、林秀和。这啥意思？是不是县里看好的考生？这都不知道？这是县一中的老传统，阅卷组会提前标出最有可能冲高分的人，方便重点分析试卷。去年内部摸底也有，名单上的人最后基本都排在最前面。那岂不是说你和秀和姐2个是最强的？差不多，至少老师是这么判断的。又或者说，我比林秀和更强。走吧，数学考试要开始了。都是我练过的题型，这次我肯定考得比你高。上一世，卫东参加完模拟考试后回来说数学大题很难，所以重生过来，我在数学上下了大功夫。如今看来，也算是他帮了我一次。装什么镇定？肯定是碰到不会的题卡壳了。等成绩出来，我看你还怎么撑着。这一次全县第一只能是我，林家只能出我一个大学生。考得如何？还行。林秀和，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可是奥数级别的，你肯定没做出来吧？答案是-3，对吗？怎么可能？你怎么能做出来？那可是奥赛题，你不可能做得出来，肯定是听别人说的答案吧？随你怎么想。林秀和，林家只能有一个大学生，那就是我。你没什么想问我的吗？问什么？比如最后一道大题，我是不是真的做出来了？结果会说明一切的，不是吗？没错，结果会说明一切。秀和，这一世的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政治考试开始。这道题，周志远圈过，他怎么会知道今年的政治考题？出来了，成绩出来了。谁第一？林秀瑜。秀魂，你考了第1名。不可能！第1名林秀和，第2名林卫东。不，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不如林秀和？卫东，事实证明我并不比你差。就是，我要看是你林卫东不如秀和姐。去！你个臭丫头懂什么？不就是一次模拟考试吗？谁知道林秀和使了什么手段，考的第1名呢？娘，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
你整天跟这个公社干事走那么近，谁知道你俩啥关系？话说秀禾姐跟周干事走的确实挺近，难不成周干事暗恋秀禾姐？林蔚又考了好成绩，就是她有本事，而我就是靠不正当手段。娘，难道我不是你的孩子吗？你和魏多能比吗？他可是男娃。谁规定男娃就是一定是优秀的那一个？从古至今，优秀的女性数不胜数。不要用你的偏见去抹杀秀禾的努力。娘，1个月后的高考，我会向你证明谁才是更优秀的那一个。你这次考得好，也就是侥幸。看吧，等真正高考的时候，魏东肯定比你强。请问哪位是林秀禾同学？老师你好，我是林秀禾。这份卷子拿着。什么卷子？去年整理出来的重点题型。高考还有不到1个月，别松劲儿。模拟考试只是模拟考试，真正的考场比这难得多。谢谢老师。对了，作文写得很好，继续保持。林秀禾，我不会让你如意的。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了？有人找你。谁？妇联的，来了半个多小时，说有急事儿。县里转来的，刚到。举报材料？举报是今天下午送到县里的，时间很巧，刚好在成绩出来以后。信是匿名举报，但我想你应该认识这个人。这个“资”字的写法有印象？有。谁？先不急，县里怎么处理？暂时压着。模拟考试成绩刚出来，教育局那边不想影响考生备考。不过这次比上次麻烦，调查申请已经进入登记流程。县里怀疑是恶意举报，可要定性，得先查清楚是谁写的。我知道他是谁。你打算怎么处理？再纵容他继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你的高考。去会会他。卫东，来多吃点补补，高考肯定能压过他。林卫东在家吗？你回来干什么？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今天不是我要回来，是妇联主任要见林卫东。妇联主任见卫东干什么？是不是你这个死丫头跟主任说了什么卫东的坏话？有些情况需要核实。认识吗？没见过。林卫东，这是你的名字吧？账册上的字迹和举报信上的字迹是一样的。林卫东，你涉嫌恶意诋毁他人，情节恶劣，这能说明什么？字写的像的人多了。我没有举报。那你解释一下字迹。还有，举报信里提到的很多内容，只有熟悉不可狼的人才知道。就算如此，也不能证明举报信就是我写的吧？我能证明。那天他一直在供销社外面转，后来还跟着秀禾姐，我亲眼看见的。你胡说！我没胡说。供销社门口卖糖葫芦的大爷也看见了，还有粮站的人。行了，别说了。林卫东同志，举报是否属实，县里会继续调查，但从现在开始，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干扰其他考生。林秀禾，你存心的是不是？你非要毁了卫东才甘心吗？他可是你亲弟弟呀！娘，不是我要毁了他，而是他不想让我好过。他明明知道这封举报信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做了。马上就要高考了，林卫东，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再耍手段，别怪我彻底不念情分。这是高考预估录取分数点，你想好报哪所学校了吗？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秀禾，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哪怕是上一世你深陷泥潭，也努力做到最好。你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上辈子，我只敢远远地在校门外看一眼，而这一世，他第一次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目标。秀禾姐，出结果了，林卫东因为恶意举报被取消重点培养资格了。明天就是真正的高考了。前世，我没有机会走进考场，这一世，终于走到了这里。什么东西？考试用的，现成买的，备用。谢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一天，我整整准备了2世，2辈子，我终于坐在这里，终于等到这一天。考试开始。
所有考生停笔。1977年高考正式结束。考完了，我真的考完了。我以前真以为我这辈子都进不了考场，结果我居然考完了。是啊，或许这一次我们的人生这么都会不一样了。你又要干啥？林秀禾，这一次我一定比你强。就知道吹牛。秀禾姐，你肯定比他厉害，等成绩出来就知道了。秀禾姐，你咋这么淡定呢？或许是因为从前经历的太多了。卫东，你尝尝这个排骨，我下午特意去买的。卫东，你这次考试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没问题。我就说卫东肯定行。你姐她考得怎么样？提那丫头干啥？上次模拟考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真格的高考，肯定考不过卫东。爹娘，你们放心，我肯定比我姐强。等成绩出来，咱家得摆酒摆3天，让全公社都知道。平时这个点赵小梅早来了，今天不会睡过头了吧？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爹要给我说亲。什么？隔壁大队的25岁，在砖窑干活，彩礼180块。你的高考成绩不是还没出来吗？我爹说女孩子迟早都要嫁人。高考刚结束，他急什么？你想嫁吗？你想干什么？跟我回家。我不回。你说什么？我说我不回。婚事都说好了，人家下午就来见面。我不见，成绩没出来，我哪儿也不去。考，你还真觉得自己能当大学生？高考成绩还没公布，谁规定他考不上？再说，婚姻讲究双方自愿，他不愿意，这门亲事怎么算定下来？再闹的话，我就去报公社了。我回头再给你算账。刚才谢谢你们，记住，你的人生谁也不能替你做主。我刚刚经过公社，听说了一件事儿。啥事儿啊？这么神秘？周干事要被调到县机械厂做技术顾问了。这可是好事儿啊！县机械厂啊，多少人想进去都进不去。借调以后是不是就不回来了？谁说的？只是借调，又不是调走。县机械厂改造项目后来成功了，还上过地区报纸，参与的人不少都调进了县城。如果这一世轨迹没有变，周志远大概率会走得更远。秀禾姐，周干事要调走了，你咋没啥反应呢？借调是好事儿，我替他高兴。那你咋办啊？你俩不就不能在一起了吗？什么？我和周志远在一起了？小梅，我找你有点事儿，你俩聊。那个，小梅乱说的，你别误会。没事儿，我要借调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恭喜你。秀禾，其实我……他这是……算了，现在说怕是会吓到的。没事儿，这是报考指南，县里找来的，可能用得上。谢谢。秀禾，你愿意等我吗？我们还会再见的，不是吗？秀禾姐，我忽然觉得考试都没填志愿难。你不是一直想上大学吗？想归想，可真让我选，我又不知道哪个好。师范怎么样？护士呢？会计呢？你喜欢什么？什么意思？不要管什么才是好的，要选择你喜欢的更重要。我喜欢老师。为什么？老师能教书，还能让别人读书，那就填师范，以后当老师。真行？为什么不行？那以后得叫赵老师了。秀禾姐，你打算报哪所大学啊？清华大学？林家要摆酒啦！摆酒干啥？林卫东的事儿不早就黄了吗？卫东娘到处说卫东第一志愿填了省城重点大学，还说等成绩出来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大学生。成绩还没出来呢，他倒是一天都不聊。秀禾，你不去看看热闹吗？我过去，他们反而不高兴，没必要。秀禾姐，你娘他们那么偏心，你不生气啊？气过。上辈子
我不止一次想过，是不是我真的不如卫东，他们才不喜欢我。所以我拼了命的努力去讨好他们。但我现在知道，与其生气，不如把自己的人生过好。秀兰，你家卫东和秀辉谁考得好啊？那还用问，我家卫东当然比他强，可秀和模拟考第一。哼，模拟考算什么？女娃读书，前面靠死记硬背还能占点便宜，真到高考，题一难就看出差别了。张婶儿，我这次肯定没问题，说不定分数比县里的考生都高，林秀和绝对考不过我。那我可就等着沾光了，以后惠东成了省城的大学生，我们跟着也体面。高考成绩放榜了，安静，请大家安静。成绩已经统计完成，但排名名单还在最后核对，需要一点时间。怎么还要等啊？我都要紧张死了。请大家理解，今年情况特殊，考生人数远超预期，教育局必须保证准确。林卫东来了。你娘怎么也来了？能不来吗？她这几天恨不得把大学2个字挂嘴边。秀禾也来了，等会儿成绩出来别太紧张，年轻人嘛，以后机会还多。卫东昨晚还说发挥的比模拟考试好，我就告诉他平常心，考得好也别骄傲。至于你考不过卫东也别气馁，毕竟你从小到大都不如他。婶子，你别忘了，模拟考试秀禾姐才是第1名。模拟考那都是公社自己出的题，算不了数，还是看高考才作数。等会儿咱们看真章。姐，你就别硬撑着了，别回头成绩出来打脸。我看打脸的人是你才对。你别吵了，名单出来了。怎么会没有卫东的名字？也没有秀英姐和我的名字。公告栏上是专科的名单。我就说怎么可能没有我家卫东的名字？本科生的录取名单在这里。快看看有没有我家卫东的名字。林卫东是吧？有的。看吧，我说我家卫东肯定能考上。林卫东成绩非常好，556，全县第2。第2？怎么可能？老师，你看下林秀禾考了多少？对不起，这张名单上面没有林秀禾同学的名字。姐，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连专科都没考上。我就说这女娃不如男娃，你还不承认？现在好了吧，又耽误功夫又花钱，还不如早点嫁人。这怎么可能？秀禾姐模拟考的时候成绩可是全县第1，怎么可能考不上？一定是弄错了。不会错的。难道重来一世，我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吗？秀禾姐，没事的，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就凭你的成绩，肯定没问题的。考什么考？就他这猪脑子，再考100次也比不过卫东。错了，名单少印了一行，林秀禾同学是全县第1。秀禾，你做到了。不可能，林秀禾不可能考过我，一定是弄错了。这次不可能再错了。我家卫东都只考了第2，她一个乡下丫头怎么可能考全县第1？你们是不是把名字写错了？肯定是把林卫东写成林秀禾了。大娘，您别在这儿胡搅蛮缠，分数和录取通知都是一笔笔记下来的，怎么会写错？林秀禾的分数确实比林卫东高整整36分，录取通知书省里都发下来了，错不了。秀禾姐，恭喜你，你考上了。是啊，我考上了。他也来了。你就是林秀禾？是。恭喜你。谢谢。教育局主任亲自祝贺，这待遇不一样啊。废话，全县第1能一样吗？把第1名单独登记一下，还有通知县广播带，今天就通知。今天这种成绩值得宣传。广播，秀禾姐要上广播了，咱们供销社以后有面子了。下面播报我县1977年高考情况。本县考生林秀禾以379分成绩位列全县第1，创下恢复高考以来最好成绩，特此通报表扬。秀禾，你真是太争气了！广播播了一下午，你娘和你弟听完，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让他们欺负秀禾姐，这下丢大人了。秀禾，县里来电话了，京城市那边打来的，县教育局转过来的，说是高校招生那边让林秀明天上午去县里。高校招生是不是清华大学啊？全县第1就是不一样啊。电话里还说什么？
说明天上午9点前到县教育局，带上成绩单、准考证、志愿表。秀禾姐，你真要填京华吗？明天去县里再说。来了，坐。你的成绩很突出，县里已经向上报了，京城市那边也打电话来了解情况。不过录取流程还是要按规定走，志愿表必须本人填写，签字确认，不能代填。第一志愿想好了？前世很多年里，我听别人说起京华，我只觉得遥不可及，但这一世，这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专业呢？自动化。女同志报这个专业的不多，国家需要技术。这话说得好。秀兰听说了吗？你家秀禾志愿填了京华大学。秀禾姐，我被师范大学录取了，恭喜！我爹知道我考上后，逢人就夸我有出息，也再不说让我嫁人的事了。小梅，你终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谢谢你，秀禾姐，没有你帮我，就没有今天的我。要谢就谢你自己，没有放弃。秀禾姐，我今天好像看到你娘去找媒婆了。找媒婆干什么？说林卫东以后是大学生，得提前相看媳妇儿。成绩刚出来几天，他就开始挑儿媳妇了。听说他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全村都知道。听说把条件说了一大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选妃呢。你回来了。放榜那天我也在，当时人多。秀禾，恭喜你实现了梦想。也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坚信我可以。秀禾，最近别乱跑，广播站记者可能要来。恭喜你啊，秀兰，你家秀禾出息了，要上报纸了。不就是考了个第1名吗？至于这样吗？那可是全县第1呀！我家卫东考的也不差呀，咋不见他们来采访我们呢？秀禾，秀禾在不在？怎么了？主任让我来找他。出什么事儿了？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找我？对，明天一早去县教育局带身份证明。荆州市来电报了。荆州市？哪个荆州市？还能哪个荆州市？京华大学。京华大学主动来电报。秀英，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明天还得去县里。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对啊，我现在比自己过县还紧张。秀禾，刚才县邮局让我和你说一声，最近几天你最好别离开公社。为什么？因为邮局那边说可能还有东西要送过来。什么东西？没说，不过是从荆州市发出来的，只说要登记，到了第一时间送。会不会是通知书？不能吧，这么快？那还能是什么？到了再说。周公，电话。谁的？红旗公社那边。志远，好消息！什么事儿？荆州市来电报了。谁的电报？京华大学找秀禾的，县里都轰动了。教育局主任亲自安排，明天还要去县里。前世我没有接到过这个电话。秀禾，恭喜你做到了。明天几点？9点，教育局。行，我知道了。但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下。林秀禾他娘今天来招生办了，她说想问问县里的大学情况。他还说什么了？说什么女孩子去荆州市不安全，说什么离家太远，还说家里人不同意。帮我和厂长说一下，我明天请1天假。荆州市那么远，一个姑娘跑那么远读书，以后回来都难。要我说，省城就挺好，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秀兰，人家考的是全县第1。全县第1怎么了？第1以后也得嫁人。谁规定女孩子只能嫁人？我也是为了她好。荆州市人生地不熟，真出了事儿怎么办？能出什么事儿？我就是说，丫头片子以后总要嫁人的，不如把机会让给卫东。恢复高考是国家定的，大学是国家办的，他凭本事考出来，为什么不能去？到底是为他好，还是见不得他好？周志远，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他的人生他自己决定。
谁也别替他做主。县教育局让我赶紧回来通知，京华大学来电报了，县里让我回来通知秀禾明天过去。前世我离荆州市很远，远得像隔着这一辈子。现在那个名字已经主动出现在我面前。欢迎欢迎，辛苦了。王队长，恭喜啊，全县第一出在了你们公社。运气好，这可不是运气，全县400多名考生，第一名就一个。林秀禾同志在哪儿？来了来了，谁来了？县里还有记者，还有照相机，真的照相机。秀禾，快别忙了，教育局的领导都来了。林秀禾同志，是我。你好，地区广播站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高考的？去年。每天学习多久？下班以后。为什么想考大学？想学点真正有用的东西。什么叫有用的东西？能让粮食增产，能让机器运转，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秀禾，我当初就知道你一定能走到今天，你从来都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最后一个问题，你对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想说的吗？恢复高考给了我们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我会带着这份机会好好读书，以后回来建设家乡，不辜负今天所有人的期待。明天去县里，我送你。好。录取通知书应该很快就到了，到时候到了我告诉你。等你从京城市读书毕业，秀兰，快看，你家秀禾上报纸了！什么？报社稿子还没发，县里有人抄出来了。恢复高考第1年，我县诞生全县第1，不就是考个破试吗？有什么好吹的？还是个丫头片子。就算考上了京华，毕业了也没人要。你这是干啥？秀禾考了全县第1，这可是大好事儿。好事儿？我看就是打卫东的脸。卫东也是大学生，凭什么就只有他林秀禾能上报纸？合着在县里人眼里，只有他有出息，卫东这些年读书就白读了？不就是一个破京华吗？有什么好显摆的？我以后在省城毕业，肯定比他混得好。就是，咱们卫东又不差，等以后卫东毕业留在省城工作，肯定比林秀禾一个丫头片子强。邮递员来了，林秀禾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林秀禾在吗？有你的包裹，荆州市来的。在，秀禾，快出来！清华大学，真的是清华大学。收件人：红旗公络供销社林秀禾同志。真到了，真的到了！我真的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不是梦。林秀禾同志，请签收。秀禾姐，快拆开看看，我还没见过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长啥样呢。经审核批准，录取你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考上了！秀禾，你真的考上了清华大学！凭什么？明明我比林秀禾更聪明，更有本事，凭什么是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了？婶子，秀禾考上了清华大学，你不高兴吗？有什么可高兴的？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读书，学那么多知识，还不是要嫁人？我看就是瞎折腾。放着省城的大学不去读，非要跑京正市去，不知道安的什么心。这通知书是我凭自己本事考来的，我要去哪儿读书是我自己的事儿，难不成只有他林卫东才能去吗？你和卫东能一样吗？卫东是男娃，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你一个丫头片子，上了也是白费事。婶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女孩怎么了？要我看，秀禾姐就是比林卫东强100倍。你少在这儿得意。不就是运气好蒙了个第1吗？真当自己是什么金凤凰了？我告诉你，就算你考上了清华，以后毕业还不定是什么样呢。我迟早会超过你。你超不超过我那是你的事，但录取通知书在我手里，这个位置就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从今天起，我就要去荆州市读书了，往后我的人生再也不由你们指手画脚。我造了什么孽呀？养出来这么个白眼狼！翅膀硬了就要飞了，不管爹娘了。我凭自己本事考学读书，光明正大，没偷没抢，有什么抬不起头的？
今天我把话放这儿，这个精华我读定了，谁也拦不住我。你要敢去京章市读学，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以后你别认我这个娘，我也不认你这个闺女。哭什么哭？还不嫌丢丑？秀禾考得上黄华，那是她的本事。你疯了！你居然帮着他说话。将来他走了，谁给卫东安排工作？谁帮衬卫东？他有手有脚，我凭什么要帮衬他？他是你弟，你就该帮他。又是套说辞。我今天也把话说清楚，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帮他一次。娘，我们走，不靠他，我照样有出息。学费我给你凑，你放心去京城市读书，不用管我们。不用了，学费我自己想办法。秀禾，你就这么恨我们吗？爹，我不恨你们，但有些伤害不是你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就能抵消的。你回去吧。秀禾姐，你别难过，我不难过。我只是觉得，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入校以后，学校将从新生中选拔重点培养对象，提供更多科研资源，安排优秀教师指导，优先参与重要项目。秀禾姐，你入选了清华大学的重点培养计划名单了，真是太厉害了。前世，我最大的遗憾不是吃苦，而是没有一个可以努力的机会，而如今机会已经摆在了眼前。秀禾，县里来人了。谁来了？教育局还有地区招生办找你的。林秀禾同志，恭喜。谢谢。我是地区招生办的，这次过来主要是确认2件事：第一，录取通知书是否收到；第二，重点培养计划是否愿意参加。为什么这么问？恢复高考第1年，全地区被列入计划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之一，所以学校很重视。清华大学那边专门来电话问过，荆州市打电话？对，专门询问他的情况。如果参加计划需要做什么？正常学习，正常上课，只是要求会更高一点，当然机会也更多。我参加。给你的。什么？钢笔，上大学用。哎呦，周同志想得真周到。荆州市不比公社，很多东西提前准备。谢谢。车票最好早点买。为什么？开学季人多，晚了买不到卧铺。列车时间表，今天去县城的时候顺便问的，你应该用得上。前世，我为了给林卫东凑生活费，奔波在不同城市，却没有自己的人生。这一次，命运终于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我看看，2天1夜，这么久。中间还要转车，先到省城，再坐北上的列车。那得带多少吃的？秀禾姐，那你是不是很久不会回来了？你什么时候走？8月底。还有20天。周志远，你去过荆州市吗？周志远，你去过荆州市吗？没有。这段时间以来，很多事情，周志远知道的太详细，详细的不像听说，更像亲眼见过。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机械厂有个老师傅，年轻时去过荆州市，听他说的。真的只是这样吗？到了荆州市之后，别太相信陌生人，尤其是主动接近你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亏，吃一次就够了。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秀禾姐，这下好了，手续都办妥了，就等着开学。这不是周战士上班的地方吗？秀禾姐，正好路过，你不去看看周战士吗？秀禾姐，去吧，再过几天你都要去京城市了。你好，我找周技术员。在车间，进去吧。你怎么来了？路过。周公，这位是？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今年高考的第1名。原来是你啊！我们县里出了名的女状元。厂长好，打扰你们工作了。什么打扰不打扰？大状元能来咱们厂，这是咱们的荣幸啊！你一过来，我还以为你是周公的对象呢，头一次见他这么高兴。那个啥，我带你去办公室吧。前世县机械厂技术改造出了事故，
停工1个多月，后来还上过地区报纸。设备改造顺利吗？还行，第1阶段基本完成。那就好。像之前那样停工就麻烦了。什么？机械厂什么时候停工过？糟糕，前世机械厂停工是明年，现在根本没有停工过。我就是举个例子。前世县机械厂确实发生过一次重大停工事故，而现在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难道他也是重生的？难道他也是重生的？忙活一上午饿了吧？去吃个饭吧。走吧。去荆州市的车票买了没？买了。卧铺，多亏你提醒，要不然我可能就要一直站到荆州市了。对了，机械厂那边最近挺顺，看来明年不会停工了。那不是好事吗？是好事，不过我一直觉得挺奇怪。奇怪什么？你为什么会提到停工？猜的。猜得这么准？运气好。是吗？那你再猜一个。什么？明年粮价。明年粮价确实会调整，这件事在前世闹得很大，可现在没人知道。周志远他什么意思？你当我是算命的？也是，有件事儿一直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机械厂老师傅说，京城市冬天特别冷，去之前多带件棉衣。前世有人和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前世有人和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前世。荆州市冬天特别冷，多带件棉衣。谁说的？机械厂老师傅。怎么了？周志远，你到底是谁？秀禾、小梅，你俩坐这边。不用了，王队长，不合适。有啥不合适？你可是清华大学全县第一，你让周干事说合适不合适？咋了？王队长让秀禾姐做主桌。王队长，你就别为难秀禾了。还是周干事想得周到。那你们坐那边吧。恢复高考第1年，咱们红旗公社出了个全县第一，还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不是林秀禾一个人的光荣，也是咱们整个公社的光荣。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啥了不起的，让你家林卫东也考啊。秀禾啊，去了荆州市之后，还能回来吗？能，如果有机会，回来建设家乡。好，说得好。秀禾，我果然没有看错你。秀禾，你相信命运吗？秀禾，你相信命运吗？为什么这么问？随便问问。那你呢？以前不信，现在或许冥冥之中皆有定数。周志远，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会怎么办？先确定真假，然后呢？然后接受。秀禾，刚刚邮递员来了，给你送了封信。清华大学的信。林秀禾同学，你好，首先祝贺你考入清华大学。我是清华大学陈教授，看过你的高考试卷，你在数学和物理上的解题思路让我印象深刻。入报照到后，请到自动化系办公室找我，我很期待与你见面。秀禾姐，清华大学的教授点名要见你，你太厉害了。上一世荆州市很远，大学也很远，而这一世，这些人已经主动向我走来。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秀禾，你的优秀已经被更多人发现了。秀禾姐，其实我一直想不通，你为啥会报自动化的专业？因为自动化将会是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秀禾，你相信有些事情会重新来一次吗？难道他知道我是重生的了？你信吗？我只相信事情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坐车。拿着。什么？棉被。我有。那是你的，这是我的。荆州市冬天冷，多带一瓶。前世我很少感受过这种被人惦记的滋味，而这一世似乎总有人替我想着。还有我的，这又是什么？花生、瓜子儿，还有炒黄豆，火车上吃。到了京城市，别忘了我们。不会的。这是我爸留下的。上一世这块表周志远一直带在身边，太贵重了。借你。到了京城市记得看时间。秀禾，到了荆州市之后好好过。你也是。机械厂那边会越来越好的。
秀禾姐，记得给我们写信。京城市，我来了。同志，借过一下。欢迎回来。这一刻，很多答案也变得不再重要。京城市就在眼前，大学就在前方，而属于我们的新人生才刚刚开始。周志远，我其实来过荆州市，那是很多年以前。那时候刚失业，没钱没家，除了一身病，一无所有。这一世，我考上了京华大学，带着全县第一的成绩，带着整个红旗公社的期待，重新站到了这里。这一次，一切都会不一样的。对了，怎么会来荆州市？出差，过几天回去。秀禾，荆州市很大，但如果你需要我，我随时都可以过来。谢谢你，谢谢你，周志远，不止这一次。黄华大学到了。京华大学，我用了2辈子，终于走到了这里。你好，你好，403的，快进来吧。我叫顾晓林，荆州市人，经济干部家庭，林秀禾，红旗公社，农村来的。对，厉害啊！我叫刘雪，沈阳的，工人家庭，苏青，勋江市，父母都是教师。似乎还不错。秀禾，你们那边有电影院吗？有，不过1年放不了几次电影。真的有啊，我还以为没有呢。你把农村想成什么地方了？那你以前见过计算机吗？没有。1978年的林秀禾确实没见过。我也没见过。真的？你不是荆州市的吗？荆州市人又不是天天能见，整个学校都没几台。顾小妍，楼下通知，明天英语分班考试。这么快？听说是全校统一。完了，我最怕英语。天还没亮呢。快起来，今天英语分班考试。对啊，考试！这也太拼了吧！这里是京华。是啊，这里是京华，全国最优秀的人都在这里，没有谁会因为考上大学就停下来。前世工作时，我见过很多优秀的人，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天赋，而是比你优秀，却比你更努力。秀禾，你英语怎么样？不算好。你可是全县第一，你说不好，那我们怎么办？语法、阅读、翻译这些问题不大，除了听力。果然来了，太快了，而且很多发音和课本完全不同。果然，重生也并不能解决一切。完了，彻底完了！最后几道听力我全蒙的。听说这次分班很严格，英语好的直接进提高班，以后还能接触外文资料。真的假的？是真的。外文资料，自动化专业以后会接触大量国外文献，如果英语不过关，很多机会都会失去。如果不想失去机会，就必须补英语，而且要尽快补。怎么了？咱们班的高考排名出来了，这么快？秀禾，你第一，太厉害了！秀禾，你的高考成绩居然是班级第一。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感觉，刚刚那一眼似乎是在看我。林秀禾吗？我记住你了，下次我一定会超过你。秀禾，你火了！什么火了？整个自动化系都在说他，农村来的第一名。你知道现在大家怎么讨论你吗？怎么讨论？讨论你是不是每天只睡4个小时。还有人说你从小就是神童，说你把高中教材背下来了。对了，下午班里要开见面会，吴老师通知了，所有人都得去。我以为只是大学班会而已，可我没想到，这场班会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京华是什么地方。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以后你们叫我吴老师就行。下面我给大家简单讲下京华大学的校规。好了，下面请各位新生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张建华，江东省人。我叫刘志强，孤津市人。
我叫许巍，荆州市人，高考成绩360。林秀慧，红旗公社人，公社农村，高考成绩379分。379，比许巍还高。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居然拿了全班最高分，真是不可思议。你就是林秀禾？有件事我一直挺好奇，第一名居然是农村来的，为什么不能是农村来的？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们那里条件应该很差，图书少，老师少，信息也少，这种情况下还能考第一，很厉害。也许对于许巍这种天之骄子来说，红旗公社的环境确实难以想象，条件是差，但不代表考不好。你脾气真好，要是我早跟他吵起来了。我不是脾气好，只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以后，很多争论已经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能走多远。英语考试成绩出来了，我分到了普通班。我也在，苏青进了提高班。秀禾你在哪个班？还用说吗？秀禾可是学霸，肯定在提高班。我在普通班。哎呀，正常，谁没有考砸的时候？不是，我的英语确实差一些。没事儿，以秀禾你的学习能力，早晚能追上来的。还好没调到最差那个班。我本来以为自己能进提高班，结果差一点。提高班也没那么好，以后作业更多。你们学霸说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普通人感受？这是重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并不是站在最前面的人。金华和红旗公社不一样，这里聚集的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每个人都曾是第一名。输一次不可怕，怕的是接受失败。而我林秀禾从来都不是会认输的人。这个月花超了，生活费不够了，估计后半个月就要馒头就咸菜了。我就说不让买你那条新裙子吧。完了完了！荆州市的消费远比县城高，我手里的钱如果只是完成学业当然够，可如果以后想做更多事情，这些钱远远不够。赚钱。林秀慧，我能坐这里吗？陈教授。坐吧，图书馆不是办公室。看来英语考得不太满意。有点。只是有点儿。普通班中游，对于一个专业第一来说，这可不算只是有点儿。这些是今天记的。全记住了。差不多。不错。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找你？有一点。那你不问？您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你为什么来金华？为了离开。离开？离开什么？离开原来的生活，离开别人替我安排的人生。然后呢？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只是看看。如果有能力的话，我想改变一些东西。很好，至少比那些说漂亮话的人强。看看。自动化控制基础课题，这是一个小课题。明天下午我有个讨论会，来听听。我怎么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不，那就来。对了，英语别着急，技术上的天赋可以拉开距离，英语不能，它只是工具，迟早能补回来。陈教授居然把资料给你了，有问题吗？李明远，自动化系。李明远，高考成绩仅比我少了几分的第2名。看来陈教授很看好你。还好。希望明天你也能听懂。我也希望。他就是林秀禾？应该是农村来的第1名。来得挺早。你也不晚。听说陈教授每年只挑几个人，真的假的？真的，上一届有个省状元都没进去，这么严？废话。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一定会入选。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吗？因为成绩。但成绩不代表能力。高考考的是过去，我今天要看的是未来。这根本不是课堂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现阶段掌握的内容。这道题我有印象，前世工作以后，我接触过类似的控制模型，虽然不完一样，但核心思路很接近。半小时，谁能给出思路，谁留下。老师，有思路了？算不上完整答案，但可以试试。
上来。真的假的？他真能解出来？吹牛的吧？就算他是第一名，也做不出来。这个思路，他一个大一县生怎么会这种解法？他这个答案正确吗？完全正确。谁还有别的思路？今天这道题不是为了考你们，而是告诉你们一件事：这里没有高考状元，从踏入京华开始，所有人都要重新排队。林秀禾，你很优秀，我低估你了。谢谢你的肯定。我本以为我最大的对手会是李明远，结果半路冒出来一林秀禾，还是农村来的。你麻烦来了。什么麻烦？赵国芳，松江市状元之一，脾气不太好。和我有关系？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总算找到你了。怎么了？整个系都传开了，传你今天在讨论会上把一群状元干懵了。现在外面都在说自动化系来了个怪物，哪有这么夸张？有。今天英语提高班，老师提到你了。提我？他说专业课第一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道自己短板在哪儿，还愿意拼命补的人。怎么回事？出来了？什么出来了？名单，陈教授项目组的选定名单，林秀禾、李明远、赵国栋。天啊，只有3个人，陈教授也太狠了吧！3日后还有一场考核，真正的竞争开始了。李明远，你来干什么？我找林秀禾。哟，专业第2来找专业第1，你俩有情况啊？有事儿。有事儿，看看。什么？往年考核题。这东西可是宝贝啊！你居然舍得给我秀禾？为什么给我？因为我不想赢得太轻松。好狂啊！这就是学霸的自信吗？那你可能要失望了。希望如此。这就是天才之间的交流吗？看你这样子，把资料送给他了。你倒是大方。你怕了？我会怕他？我劝你还是别掉以轻心，他比你想象的更厉害。哼，一个乡下丫头能厉害到哪儿去？明天最终考核，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第1名。今天只有一个任务，5个小时解决一个问题。某机械厂生产线控制优化方案，这个方案倒是挺适合周志远的。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固定思路。我要看的不是结果，是你们怎么思考。这不像一道题，倒像是一个真实案例，甚至像一份真实项目。前世这份资料里的问题真实发生过，就在机械厂，而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这次考核或许比所有人想象的都重要。这份资料并不是随便选的，而是来自荆州市一家机械研究单位，也是最近正在关注的项目。谁能真正看懂，谁就有资格留下。不可能，这份资料这么复杂，他怎么可能短短2个小时就完成了？做得快未必做得对，说不定只是乱写一通。谁愿意先讲讲自己的思路？我先来。不错，如果成本增加20%呢？请坐。很好，但还是不够。林秀禾，说说你的。老师，这份资料是真实项目吗？为什么这么问？因为里面的问题不像考试题。继续。果然如此，或许这一次我能阻止意外发生。如果是这样，那么原方案有重大错误。原方案有重大错误？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这么说？如果按照原方案推进，后续产能提高以后，整个控制系统会出现延迟，短期看不出来，长期一定会出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发现的？因为我觉得它迟早会出事。好一个迟早会出事儿！你们记住，今天不是他赢了考核，而是他看见了你们都没看见的东西。是我，你们要的人我找到了。今年的新生
叫林秀禾。秀禾，你到底干了什么？什么？整个自动化系都在传你。刚才楼下都在讨论，有人说你把研究所的方案挑出毛病了，真的假的？明明只是一次考核，传到最后已经快变成单挑整个研究所了。上一世的我每天为了生计发愁，被爹娘和林卫东吸血，活得穷困潦倒。而如今的我有了可以憧憬未来的能力，感谢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明天英语考试，才开学几天就考试，完蛋了，我单词还没背完。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去图书馆，晚上回宿舍还会继续背单词，可越学越能感觉到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努力几天就能追上的。成绩出来了，许巍93，好厉害。顾小梅75，刘雪71，林秀禾62分。老师，有事？我想学英语。谁不想学英语？我的意思是，我想把它学会。为什么？因为以后会用到。谁告诉你的？没人告诉我，但我知道未来很多东西都离不开英语。你知道自己差在哪里吗？基础。还有呢？听力、词汇量、语感。明天早上6点来找我。每天。谢谢老师。听说你最近打算天天6点来学英语？消息传得这么快？烟华没有秘密。给。什么？奖励。奖励什么？奖励你终于找到不会的东西了。秀禾，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们更像一个输不起的人。李明远说对了，前世输过一次的人，这一世往往比任何人都害怕输。你比我们更像一个输不起的人。前世的我输过，输掉工作，输掉机会，输掉人生。这一世我不会再输，至少不会轻易输。听说你这次英语考试考了90分，仅次于许巍。还需要努力。林秀禾，我有时候想不通，你为什么每件事都跟个拼命撒娘一样？陈教授的研究课是，学英古也是。或许是因为失去过的人想抓住每一个机会吧。陈教授叫我们3个去教室，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京城市青年科技竞赛，这种级别的竞赛根本不是普通学生能接触到的。敢不敢挑战一下？敢。老陈推荐的学生在哪儿？我们研究所想先见见。正在里面开会。竞赛的事先放一放。竞赛先放？那今天开会干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机械研究所秦主任。谁是林秀禾？谁是林秀禾？我是。太年轻了，我以为能发现那个漏洞的人至少应该是高年级学生，甚至研究生，结果居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就是你发现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想到那里？我总不能说前世见过类似系统吧，因为不合理。哪里不合理？增长曲线。现在产能低，问题看不出来，可一旦扩大，误差会被放大。老陈，你运气不错，现在信了。他真是大一的，刚入学。老陈，我们所最近缺个人，林秀禾同学符合我们的标准。不急，先观察观察。你这是怕我抢人？废话，林秀禾，你自己决定。多谢秦主任，我认为以我现在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胜任研究所的工作。你想好了，这可是研究所，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的。我明白，我现在刚入学，基础课程还没学完，我想先把专业课学好，等我把基础打扎实了，再去研究所参与项目，这样对项目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秀禾，你的信。来到荆州市以后，还没收到过家里的消息。红旗公社寄过来的，前世我无数次收到过家里的信，大部分内容都一样，缺钱，有事，帮弟弟。而这一世，这是第1封。谁寄的？不会是男朋友吧？有可能。周志远，快拆开，
看看写什么，是不是荆州市太远想你了？秀禾，展信佳，荆州市的秋天冷得早，你那边一切可好？秀禾，你这男朋友很体贴啊，你看他都不好意思抬头了。不逗你了，你自己看吧，咱俩去打水。公社和机械厂这边一切顺利，我已经跟着团队完成了第2轮技术改的加造，厂子现在产能翻了近1倍。上个月刚刚评了地区先进企业。你之前说你在学英语，我托人买来2本原版英文读物，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秀禾，机械厂最近有一个培训巡额，县里推荐了我，在荆州市，我想我们很快就能再次见面。周志远要来荆州市，周志远要来荆州市。另外，荆州市和县城不一样，有些人的话无必可信，尤其是主动接近你的人。从高考前开始，周志远就经常说类似的话，提醒我注意林家，提醒我不要轻信别人。很多时候，甚至像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或许，这个世界有同样秘密的人，不止我一个。人齐了，从今天开始，你们3个正式进入竞赛组。荆州市青年科技竞赛项目资料研究所联合培养计划机械系统青年培训交流名单。周志远，前世这个时候的周志远并没有来荆州市，至少我不知道。难道是因为我重生了，所以很多事情改变了吗？林秀禾，有问题。秦主任，有什么事吗？研究所的意思，这个项目由你负责。负责项目？秦主任，我只是个大1学生。机会给你了，敢不敢接？重生一次，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敢。前世荆州市来过很多次，却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迫切的想要见到一个人。秀禾，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今天说一下项目负责人的事。研究所推荐林秀禾，我有意见。说，我承认他很优秀，专业能力也很强，但负责人不只是做题，还要协调、组织、统筹。他没有经验。我同意。理由呢？因为项目不能输，如果他能证明自己，我服，但现在不行。很好，我就怕你们没意见。既然有意见，那就比。比什么？竞赛第1阶段方案设计，谁拿第1，谁当负责人。你生气吗？什么？我们反对你当负责人。为什么要生气？因为本来是你的，现在不是了。该是我的，就会是我的。林秀回，这一次我不会输给你的。我也是。秀禾，项目还没开始，你怎么来了？因为想见你，厂里让我提前过来熟悉一下项目。秀禾，这位是秀禾，他们的关系似乎很亲近。你好，我叫周志远，是秀禾的。他会怎么说我们2个的关系？朋友还是老乡？追求者。周志远，你不用马上回答我，不管你最后选择是什么，我都想先告诉你我的心意。前世我错过了太多次，错过了保护你的机会，错过了跟你说清楚的时机。这一世我不想再躲，我想站在你身边，陪着你。你这里的控制模块参数是不是调过了？我之前在厂里做技术改造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的匹合误差问题。你要不要试试换一个体合算法？我之前怎么没想到，我们一直卡在原来的算法框架里出不来，换个思路说不定就做通了。林秀禾，该你了。别紧张，就像我们之前演练后的那样，没问题。陈教授，秦主任，我的方案是以低功耗致适应调参算法为核心，重构机械控制系统的拟合逻辑，替换掉原来沿用的固定参数拟合框架。我的汇报结束了，感谢诸位的聆听。我宣布，此次竞赛项目的负责人是林秀禾，大家可有异议？没有了，这次我心服口服。林秀禾，你确实比我厉害。林秀禾，我之前反对你当负责人，不是针对你，只是怕项目出问题。现在我心服口服，以后项目里的工作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以后我们一起努力，拿下比赛。秀禾，你看，我说过你可以的。谢谢你，周志远。从今天开始，启明项目正式启动。启明？启明星，天亮之前最亮的那颗星。希望有一天
你们这群新时代的年轻人能亲手把它点亮。前世我被亲情裹挟，颠沛流离，而这一世，我的人生将一如这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终将璀璨。